先进去。来。按着，我先扶你起来，来，慢慢来，小心撞着头啊！这是抗生素，这是消炎药，来，先吃了它。 还好吗？阿威，看来子弹还在里面呢。你怎么会中枪的？还有，外面那辆车装的什么？一批军火，是我帮齐长荣抢的，但是我还没说怎么给的。你真的帮他抢了？这也太危险了。 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，我就是为了老婆和孩子。现在弄成这样，你不会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吧？我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要是这种人，你也不会来找我了。先把他伤口。来，小心。 一维，我今天有事要做，不能送你上学，要不要帮你叫车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坐巴士。这辆车是谁的？我朋友的，一会儿就开走了，迟到了，快去上学啊！哦。阿威，喂，糟了，真的发烧了。喂，我不管你是谁，跟曹威尔说，躲起来也没用。阿威，阿威，怎么样？
还撑得住吗？维维，你们先去吃饭吧。外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有点事想问问你。来，先坐下。刚刚有人打电话给你。喂，我是曹威尔。啊，还没死，就是抢到手了。今天会交给你。为什么不是昨天给我？这件事闹大了，还到处跑，找死啊！我拿我儿子发誓，所有东西都在我手上。我给你2个小时，现在马上给我送过来。齐长荣，你是不是也该跟我说句实话？我现在在神明面前，保证你老婆孩子一辈子平安。我齐长荣说得出做得到。好，这样就够了。阿伟，你这样怎么去？他拿我儿子来威胁我，我不可以不去的。但我安装了炸弹在车底，他打开后备箱的门，就炸死他。不用说了，我去。我去。我最近呢，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猜是你爸爸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我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我应该不会猜错，他出事了。你知道，外婆以前也是一个法官，我什么事没见过。你爸爸现在肯定是被人威胁，甚至是勒索。薇薇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外婆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爸爸从来不会跟我说这些的。齐长荣他疑心很重，我们不能让他知道。我们换了个人去。你到了之后通知我，还是让我来联系他。好，我先把你送进医院，再回来开车。我不能去医院，他们看得出来我这是枪伤，拿子弹头去做对比，我就死定了。但是子弹还在你肚子里啊，你不去医院，一样会死的。我不去了，你先把东西送过去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你不能反悔。我应该怎么做？你说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叫你去杀人，你拿去保护自己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啊？例如半夜有没有接过一些奇怪的电话？又或者有没有发现你们家附近多了一些陌生人，好像在监视你们似的？没有。没有？没有。不行，我还是要你来我家住几天，看看什么情况。不用了，
没那么严重吧？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一会儿就回家收拾衣服搬到我家去。但是我爸他……你爸那里我会跟他解释。秦法官，你不用害怕，我没事的。我不害怕。你别睡着了，继续跟我说话。说话？说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曾经是小学的同学。其实那天，你有没有认出是我？法官大人，被告身为一名警务人员，理应清楚知道他对社会的责任，包括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。但被告知法犯法，竟然私吞赃款，实在有违市民对公务人员的期望，希望法官大人作出严厉处罚。我自知不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模范警察，但是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从来没做过。就是因为我不做，当人财路，他们就一起陷害我，说我在现场偷赃款。本案指控被告在执法期间知法犯法，盗窃赃款。就目前呈堂证据显示，第一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盗窃赃款；第二，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把赃款放在自己的车里。法庭判案不是靠一两句话，而是要有证据。因此，本席宣判，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其盗窃行为，被告罪名不成立。秦法官，谢谢你还我清白。不是我，是法律和证据帮了你。你不会以为换了别的法官来审，结果也跟现在一样吧？我不用被冤枉坐牢啊，要感谢你的。以后好自为之。谢谢。其实你经常都留级。哼哼。阿威，你还好吗？阿威，喂，阿威。我没事。虽然最后他们以行为不端把我革职了，但是因为有你，我才没有被人冤枉而坐牢。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我也知道，后来有黑帮骚扰我，是你暗中替我解围。就当还你一个人情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我们还可以做朋友，有个法官朋友多有面子啊！但是你的法官朋友最近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，为了儿子，怎么都要做下去。喂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说真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可能还在坐牢。也是因为你，我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你说我是赚了，还是赔了？你撑住，这笔账等我回来再给你算，好不好？你别睡啊。
你爸在家呢？他说今天有事做，可能没开车。那你上去收拾东西，外婆在这里等你。麦等，我停职快1个月了，投诉科那边找我问过话，但是没有结论。他们说能不能复职要问你。应该是说，你能不能复职，看你自己。麦等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虽然是旧城区的人，但我也是一个警察呀。麦等，我有7场荣的线报。他们说韩烈有种在旧城区杀人，就是直接挑衅旧城帮。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戚长荣的手下在弄一批军火，他说很快就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消息可靠？你可以查一下昨天哪个新闻没有发布。明天回来报道。Yes, madam. Thank you, madam. 我问过了，昨天确实有个新闻没有发布，可能是因为内容有点敏感。这不叫敏感，叫丢人。说重点。那是一批海关充公的军火，案子结束以后应该纳入库房，没想到运去库房的时候被人抢劫了。冲锋队曾经赶到现场拦截，不过匪徒扔了一个手榴弹，让他给跑了。军火什么时候入库，普通人是不知道的，肯定是有内鬼。不止这样，他们偷的有2箱是枪械，1箱是黄色 TNT 炸药。如果这批军火用来厮杀，真的不得了啊！这个案子是不是有调查组在跟进？没错。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戚长荣有关，那就是他想利用马山堡的死，向韩奎龙宣战。那么这2个案子是不是有关联呢？唐轩，好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事向你汇报。你们2个先出去。Yes sir. Yes sir. 怎么了？内部调查科的人来了，指明要见你。我会旁听，但我无权发言。啊？这位是高级督察唐轩，内部调查科警司古柏生。郭 Sir， 请坐。安排这次见面是因为我们有点疑问，想唐督察您帮我们确认一下。Yes sir。开始之前先弄清楚马山堡的案子是你负责的吗？是。有没有什么疑点啊？你所指的是哪方面的疑点？我们是内部调查科的，你说呢？我们怀疑你们组里有内鬼啊！你们怀疑谁呢？基于什么理由？这2张照片是马山堡被拘留之后拍摄的，你在不在现场？我不在。为什么他会受伤呢？根据同事梁杰和郭华的口供，他当时拒捕，情绪激动，袭击警员，那些伤痕是制服他的时候造成的。据我所知，他
他当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没有投诉。对，他确实没投诉。那你们怀疑什么？我查过郭华的背景，在他刚入职的时候，他有个搭档，在一次制止旧城区枪战的任务里殉职了。从此之后，他不止一次对旧城帮的人过度使用武力。这件事跟内鬼有什么关系？马山宝在被审问期间遭到电击。我再说一次，马山宝这些伤并不是审问的时候造成的。不是，你只需要回答我，有没有人在警署范围内电击马山宝？有。是谁？郭华。但是这不能代表他就是内鬼，他出卖情报给谁啊？韩奎龙的黑帮家族。那你有没有证据啊？我已经送了2个伙计进去坐牢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想勾结韩氏家族对付旧城帮啊。吴 Sir， 以黑治黑，说不定比抓那些真正受贿的黑警更省时间。多说一些来听听。何娟，刚才他说的话你不需要记录。快到了。你到了就马上走，我通知齐长荣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一定等你先安全离开了。OK， 那你留一电话，坚持一下，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郭华见过韩烈呀？或者我反过来问，你有没有批准过他跟韩烈接触？就算他们见过，也可能是因为有调查的需要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接触罪犯通常都是为了收集情报，你说对不对啊，唐督察？韩刚的车祸现场，你当时在吗？我不在，当时现场负责的是郭华警员。也就是交通意外报告和见证报告都是他交给你的？应该是郭华加上梁杰2个人。那在你的印象里，报告有没有提到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哮喘喷雾剂呢？我没有印象。等一下，你没印象的意思是你没有印象报告有提及那个喷雾剂呢，还是报告里没有提及找到了喷雾剂呢？我知道找到一个喷雾剂，然后交上去做 DNA 检查。那为什么当初那份报告没有提到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一时疏忽。一时疏忽？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一个这么重要的证物隐藏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也许就像你说的以黑治黑了，就是故意挑拨两边黑帮的矛盾，然后从中取利，后来觉得没用就把证物交出来了。这些都是你的推测，你有没有证据？那就奇怪了，你当初是怎么得到那个喷雾剂的？总之，他最后就出现在调查结果当中。总之他……马山宝转做污点证人是谁做的决定？他的代表律师。那他保释外出这个决定是在 DNA 报告结果出来之前呢，还是之后呢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假如最后结果是吻合的，那应该是正式起诉，而不是保释外出。查案是一个有疑点再求证的过程。我们怀疑马山宝跟撞车案有关，因为他开的那辆车就是出事的那辆车。让他保释外出，是因为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情报，让我们去破案。这些都是我们破案的策略，古 Sir 你应该清楚吧？对，这些策略我们经常会用，并没有违规。
马山堡保释外出这消息，还有谁知道？我、法官、检控官、他的代理律师，还有郭华。我整组人，还有负责开车的同事，很多人。马山堡获准保释外出不到半天，就被怀疑是韩奎龙派的枪手杀死了唐督察。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泄露消息，而是谁泄露这个消息。你这些只是间接性的推断而已，你不能凭一个推断就一口咬定郭华就是内鬼。谁说郭华就是内鬼啊？那天凌晨3点多，我突然接到命令，叫我查看监控录像的视频。看视频之前，我也一直以为是郭华，原来不是。那天是你生日吧？到了没？到了会通知你。你那边怎么那么安静啊？喂，娄威，你别给我耍花样啊！我在厕所，人有3急。总之到了会通知你。如果你有看整个监控录像的视频，到最后你应该能看到，我拒绝了那份礼物。韩烈为什么送一份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啊？那块表10几万呢。我不知道，你说呢？是谁针对你？你告诉我是谁陷害你？也许你应该问，到底是谁提出查看这段监控录像的？说不定你找到这个人之后，就会知道到底是谁把马山堡的情报交给韩家的人。韩家的人？你去监狱见过韩奎龙，而且不止1次，对吧？所有人都知道，就算韩奎龙在监狱里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外面就能闹得天翻地覆。我去找他是告诉他，我可以让他见他的儿子，但交换的条件就是他要给我们时间去查撞车的真凶，别再插手，别再滥用私刑，滥杀无辜。旧城邦徐雄被人泼热油那件事又怎么解释？马山堡被人杀了，这还不算插手，这还不算滥用私刑，滥杀无辜。我想问，现在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审问？你要指证谁？你有没有证据啊？唐轩，我们收到一个律师的投诉，他要举报你。周洛文。投诉人声称，马山堡曾经说过，在车祸发生的时候，他正在另一个地方偷一辆旧款奔驰。他投诉你明知道有这么重要的不在场证据，却没有马上去查证。所有疑犯为了让自己脱罪，都会为自己想成千上万个理由。我全部都要过滤、分析、确定真相。你整整晚了3天才去找这辆车，到底是谁放火烧车？我也想知道。是谁透露消息给他的同党小北，让他自动消失？如果没有坐在这里让你浪费我的时间，这些都是我正在请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，我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我只想知道你还要问多久。问到我满意为止。你到了没有啊？刚进了荒废的街区，再左转，前面就到了。阿卫，一定要炸了这批军火吗？不然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这批军火会害死很多人？
怎么都不能落入齐长荣手中。我们一起解决他，这样阿宝那件事才可以彻底的解决，莎莎和孩子们才会安全。齐长荣打电话过来，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喂，到了吗？你10分钟后过来。不用10分钟，马上就到。喂，你快走，齐长荣马上就到。哦。没问题。唐轩督察，我现在正式暂停你的职务。你一开始就是有备而来，目标根本就不是郭华，一开始就是我。你跟韩烈和韩奎龙有不恰当的接触，刚刚你还说马山堡被人杀死之前是没有泄露消息的，又或者这么说，在整个调查期间，当那些机密消息不断外泄的时候，你没有执行过任何方案来解释这件事，你需要回答这些问题。我提议啊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唐轩他会以休假代替暂停职务，期间他可以随时回来接受你的审问。对外怎么说是你的事，总之我的要求是，在我审讯期间，你不能再接触马山堡这个案子。OK， 我会亲自监督的。今天就先这样。爸，你来了。哇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外婆叫我去她家住几天。是啊，我觉得最近治安不太好。为什么？你这里治安不好，车无缘无故被人偷了。我想维维去我家住几天啊。喂，你现在3天2头去学校找他，现在还要把他带走。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商量？不用商量。我是担心他。不行，你们别吵了。外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找你的。不是，你先去我家住几天吧。好，我过2天就去，好吗？维维。
爸，你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好吧？厕所毛巾怎么有血？你怕不怕？我还好吗？没事。怎么有人躲在这里？叫叔叔。小子，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他也跟车祸有关？所有事都跟车祸有关。还不赶快送他去医院！送去医院，警方就会发现。那怎么办？你干什么？打给老婆。胡 Sir， 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那个喷雾剂是谁给你的？我猜到了，只有一个人，石志阳，对吧？我知道，因为打假码，你对志阳有些看法。但是在喷雾剂这件事上，他只是想帮我找到真凶，所以立场跟韩奎龙一致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他的为人，我怎么看并不重要，因为我相信，他不会害自己的女朋友。至于那个律师，他要投诉你，要你为马山宝的死负责，其实他只是情感诉求，理由根本不充分。因为走漏消息，导致马山宝枉死，这个是事实。他迁怒于我，也是正常的。走漏消息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那，到底呢，是谁害你？为什么要害你？你一定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反正你很久没放过假了，就当轻松一下。哎，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局外人的话，看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。等等，什么事？旧城区发生爆炸，现场证据显示和上次的军火案有关。喂，我才是受害人。喂，您凭什么抓我？那个死一猜鬼！是你包庇韩立来我旧城区开战，杀人的不抓，放炸弹的也不管，你算什么警察？你分明就是帮凶！再说我就控告你诽谤！你敢动我试试？整个旧城区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带队进去，走进去，走。梅子，一会儿你来审他。你麦子们从现在开始放假，这个案子由我负责。怎么了，石 Sir？果然是情报科啊，这么快收到消息啊？哎呦，难得你能放假了，我简直要感谢内部调查科了啊！那你可以放假吗？我是没有假期啊，不过如果你在家待着，我会放心一点。那，你也要安慰一下我，我的案子也很麻烦。刘猫那边不顺利吗？是啊，人是找到了，就剩下半条命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。哎，什么都问不了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离开这个伤心地。你开你的车，我开我的车，老地方见。是啊，要马上送他去医院，告诉警方，枪走火打伤了自己，旧城区经常发生的。他在这里昏迷了这么久，你现在才叫我送他去医院，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跟我爸无关，是我的错。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先送他去医院好不好？阿伟的事不用你再管。来，老公，我们走。
我走，不要你爸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谢谢你，尽快过来啊！怎么样了爸？鹏哥说什么？他能来吗？他要明天才能到。他教我先用酒精替他退烧。那就等明天吧。阿伟，你多忍一会儿，明天鹏哥就来了，他帮你把子弹取出来就没事了。嗯。你不会有事的。哇，你准备了这么多吃的？嗯，好像只有我们2个人。你喂猪啊？哎，严格来说，你才是那只猪，我是专门用来喂你这只小猪的小白菜。为什么你是小白菜呢？啊，因为猪爱吃白菜啊。就是猪哨。没错啊，喂，我这个猪哨很珍贵的，小姐，我只给我最亲最爱的猪吃。不是谁都能吃到的。谢谢你哦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奢求你的灵魂会回来了，但是麻烦你啊，把你的肉身还给我。干什么？洗碗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可以的。Sorry， 我今晚真的不行。好啊，放过你了。总之呢，内部调查科那边你不用担心，你们头肯定能解决的。但我最想跟你说的是，有时候走些灰色地带也不是坏事，就看你的意图是什么。要分清黑白真的那么难吗？现在不就是别人说你是黑的，但是你自己说自己是白的，谁能判断呢？你找法官来判断啊。法官。喂，唐督察，我是秦玉，我想再跟你聊一聊。好啊。我现在就在你家附近，现在可以见面吗？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是很主观的觉得法官一定是最公正公平的，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但是如果从一开始，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错误的引导呢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吧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秦法官就是秦玉，他从一开始就错误的引导我们，那么所有的疑点都能成立。為何是一，就如烈火燒過每個學人。我無餘力去追問。
心，別恨在心，伴隨熱火在身體，不知火燒翻我如一。埋沒對錯，隔不遠，心難被煙花，鬥爭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是非心，被良善責問，是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得諷刺，自問自答參不透眼，望着平靜人意。但我是你的，去到腳邊失完直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及差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自，白望內心在淌血，自問自答參不透眼視。莫着平了，但我是你的，退到腳邊失於直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及差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自，盼望內心在淌血。